你在干什么？应该是我问你在干什么才对。哪个女人不想为自己谋一条好出路？我有什么错？你所谓的谋好出路，就是假装崴了脚，让富察傅恒搀扶你，借机会攀上高枝。是，不行吗？他是权贵子弟，见过多少美貌佳人，光靠一张脸，就能让他用大红花轿抬你进门吗？哪怕是做妾，那也是飞上枝头，我乐意。那些人头猪脑、毫无廉耻的男人也是这么想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紫禁城。宫女和侍卫有了奸情，一旦事情败露，他是皇亲国戚，可以轻轻接过。你呢？死路一条。我告诉你，是因为今天你跟我一块儿出来的，我不想被你连累。这要是换了别的时候，你随便找死，我不拦着。50步笑百步，你没资格教训我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去送衣服，行了吧？人头猪脑，毫无廉耻。是不是啊，魏璎珞？璎珞姑娘似乎对男人很有偏见。那我呢？皇上呢？富察侍卫误会了。这个世上确实有欺骗无知少女、人头猪脑、毫无廉耻的男人。可是皇上是真龙天子，您是人中英才，怎么能和那些无耻之徒混为一谈呢？魏璎珞，你可真会狡辩。富察侍卫教训的是，奴才以后一定谨言慎行，规规矩矩。魏璎珞，富察侍卫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？无论你有怎样的偏见，都别瞧不起男人。宫中的侍卫都是1等1的8头龙。是，璎珞受教。富察侍卫来了。还好富察侍卫在御前，可以时常出入长春宫，主子也多个心理寄托。你以为谁都能进入宫禁啊？就算是亲姐弟，也得避讳。皇上啊，让娘娘和富察侍卫常见面，那是对咱们娘娘特别的恩典。傅恒，你要干什么？傅恒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我的东西呢？长命锁呢？放在哪儿了？帮我去找！是的，部军长。我的长命锁呢？我的长命锁，我的长命锁，我的长命锁！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？你凭什么管我的事情？永莲不幸夭折已经整整3年，这3年来，你刚开始整日以泪洗面，不愿见人，到现在神思不属，郁郁寡欢。姐姐，你到底要伤心到什么时候才能振作起来？富察侍卫，退下！放开我！我的事情不要你管。我不想管，但我不得不管。只要你还是富察家的子孙，还是大清国的皇后，就不应该沉溺于个人的悲伤。
还忘了自己肩上的责任。我从来没有忘过自己肩上的责任。你敢说自己没有忘记？什么才是一个皇后该做的事情？什么才是一个皇后该有的样子？在你出嫁之前，阿玛千叮万嘱了什么？他要你迈进爱新觉罗家的门槛，就要做好献上一生的准备。你们凭什么指责我？凭什么？就因为我没有管理好后宫，因为我力不从心，失去永良，我何止伤心，我根本痛不欲生。我怀胎10月，痛了1天1夜，才辛苦把他生下来。他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人，我最爱的孩子。如果真的可以，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的命。你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，没有资格指责我。姐姐，不要叫我。你今天站在这儿，是皇上让你来的吧？你去告诉他，我是永莲的额娘。永莲走了，她可以无动于衷，可是我不可以。果然，你心里一直在怨恨皇上。你觉得他对永莲的夭折无动于衷吗？除了永莲刚走的那5日，他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，随后就像完全把这个孩子忘了，若无其事的去上朝，去处理政务。当然，他可以无所谓，他还有那么多女人可以给他生孩子，他将来还可以有很多的儿子。可是我没有，我没有了，我只有永莲，我只有这一个儿子。我的锁，我的锁，我的锁，让开！姐姐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怨我，但有些事明明知道你会厌恶，我还是会去做，因为我是你的亲弟弟，除了阿玛额娘，最关心你的人。尔晴说，白天你和没事人一样，到了晚上就一夜夜的哭坐到天亮。额娘很担心你，上次看完你以后就一直在哭。她说你姐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虽然还是爱说爱笑，却没有一个笑是真的。姐姐啊，她可是咱们的额娘，你的伪装又怎能逃过她的眼睛呢？额娘还说，早知如此，她拼了性命不要，也不要这破天的富贵了。阿玛听完后还和她大吵了一架，说自己对不起先皇的托付，对不起爱新觉罗家，培养了一个这么懦弱的女儿。当年高斌任江南河道总督，先帝信任重用，还特将高氏提拔为侧福晋，仅次于你之下。
如今高家势大，更牵扯恶章党争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姐姐，你认为皇后如果再不立起来，只会让皇上更为难？有一样东西，皇上让我交给你，等你心情平复了，再打开吧。纯妃娘娘，父皇斗胆，想请纯妃帮忙。主子，纯妃娘娘来了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身子好些了吗？臣妾身子虚，每到换季的时候，受点风就病倒。待喝下2服药，已经好多了。都是老毛病，娘娘不必牵挂。那就好，本来还打算去看你呢。臣妾上次来，见到娘娘的眼睛有些红，便摘了些菊花。刚才让红罗用滚水冲过，待会儿娘娘敷在眼下，用热气熏一熏，会舒服很多。但是小心，别伤到眼睛。纯妃娘娘真是细心，上回送来的药枕，皇后娘娘用得很好。那药枕里的灯心草、桃树枝都需要定期来更换的。等娘娘用旧了，臣妾再送新的来。纯妃娘娘，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，用的是什么香粉啊？我们娘娘身上从来不用香粉，你说的是衣服上的香味儿吧？衣服上除了皂角的味道，哪来的香气啊？咱们宫里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加入洗衣香，就是用牡丹皮、干松制成的药末，在最后漂洗之时加入，便会带有一股自然清香。这是娘娘在入宫以前就一直有的习惯呢。玉壶，娘娘若是喜欢，明日就让人送来。纯妃啊，你真是聪慧多才。若在皇上身上用的心思，比得在我身上用的1半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娘娘，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臣妾能常伴娘娘身侧，便已心满意足，从未奢望过圣宠。你呀，冲个茶而已，你的眼睛怎么红了？没事，许是刚才用热水的时候不小心熏着了。你哭过？奴才没有，没有。皇后娘娘，臣妾斗胆，为红罗说句话。不，纯妃娘娘，奴才没事，你千万别说。纯妃，说下去。臣妾刚刚进了内院，便看到红罗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问他话却吞吞吐吐的。后来臣妾才知道，他去年便满了25，可以放出宫去了。谁知道他未婚夫等不及，就要另聘他人了。红罗，为何不跟本宫说啊？娘娘，红罗的确到临出宫，但是他们本该奏请娘娘放红罗出宫嫁人的，但是娘娘心情不佳，
谁也不愿用这等小事来去叨扰，一来二去，便耽搁了。宫女年满出宫，对于本宫来讲是件小事，可是对于他们而言，是关乎一生的大事。马上去内务府，把红罗的名字报上。是。红罗，本宫会赐你一副嫁妆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娘娘大恩大德，红罗永世难忘。起来吧。下去吧。娘娘宽容大度，责批6宫，再没有比您更好的人了。红罗整日在本宫面前走来走去，我竟然茫然不知，长征宫就在本宫的眼皮子底下，竟会出现如此的事物，更何况偌大的紫禁城，每日会有多少的错漏？本宫是个失职的皇后。纯妃，本宫明白了。怎么了？你受傅恒之托，又不好直言相见，所以用这样的方法，让本宫亲眼看到失职的后果。娘娘，富察公子说，请您务必看看他留下的匣子，或许会放开胸怀。奉天承运，皇帝之约。永琏乃朕之嫡子，聪明贵重，气宇不凡。皇考命名，应是承宗戚之意。朕御疾后，恪守成事，亲书密旨，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后。立为皇太子。乾隆元年7月初2。娘娘，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他册了永琏做太子。永琏在活着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大清的皇太子。这是好事儿啊！他登基的第1年，就已经秘密立储，他是对永琏寄予厚望。可是我却恨他，怨他，要他处处和我一样。可是他是皇帝呀，他是大清的皇帝，他是皇帝。娘娘，皇上一定也很痛心，您就别怨他了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没能保护好永琏，让他不仅失去了一个儿子，更失去了刚刚册立的储君。而我这些年只知道让自己活在痛苦当中，没有尽到一个做皇后的责任。
而且我错了，我大错特错。阿玛说的没错，我就是爱新觉罗家的罪人，我是爱新觉罗家的罪人。不，娘娘，您没有错，您没有错，错的是上天，是上天夺走了哈尔克，是上天夺走了您的命啊，娘娘。皇上，都3更天了，该歇歇了。这嘘，尔晴，皇后娘娘该起了。皇后娘娘身子不适，让她多休息会儿吧。可待会儿妃嫔们还要来请安，那就像往常一样，免了吧。都进来吧。给本宫上妆。是。平日本宫请你喝茶，你3推4推不肯来，现在倒是跑得勤快。给皇后娘娘请安是臣妾的本分。哼！皇后娘娘既然高卧不起，就不该让咱们白等。嘉嫔，走吧。是，娘娘。本宫还没来，就有人要走，是不是太心急了些？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臣妾以为皇后娘娘今天又罢了请安呢。高贵妃，本宫记得你刚进府的时候，端茶倒水，殷勤得很。几年过去了，怎么越来越不懂规矩了？是不是因为进了宫，封了贵妃，就忘了什么是上尊下卑了？诸位妹妹免礼。谢娘娘。今日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本宫有些事正好需要交代。平日本宫一直病着，宫中很多事情有心无力，如今身体已全然大好，那些事情也就该管一管。于贵人，是，你身怀龙胎，但是向来体弱，身边需要得力的人照顾。除了太医每日要请一次平安麦外，内务府会派几个聪明伶俐的人去照看你。当然，如若谁再不长眼，冲撞了，你尽管来长春宫，本宫会替你做主。
多谢皇后娘娘体恤。起来吧。还有宜嫔，年纪轻轻就这么走了，真的是可惜可叹。本宫会奏请皇上将她厚葬，至于她的家人，也一定会好好安抚。皇后娘娘，宜嫔乃是自强。若说句不好听的，她若是个宫女，犯此大罪，家人即便不砍头，也是要流放的。今日竟然说要厚葬，哼！难道皇后娘娘想要所有人都效仿不成？本宫说宜嫔是病故，而高贵妃却说是自戕。到底谁说的对呢？纯妃，自是皇后娘娘说的对。娴妃，是。其他妹妹们呢？皇后娘娘怎么会错呢？自然是病故啦。瞧瞧，一个刚进宫的贵人都比高贵妃懂规矩，真是让人惊讶。皇后娘娘，是皇后娘娘说她病故，就当她病故吧。从前宫中发生的事情，本宫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是日后谁再兴风作浪，本宫定不会放过。诸位妹妹，都听清楚了吗？贱人！您说皇后向来对后宫的事情不管不问的，今天怎么一反常态，突然出现了呢？你问本宫，本宫去问谁？嫔妾以为，若让皇后真的振作起来，病猫始终都是病猫，纵然咆哮一声，也成不了虎啸。她都不管事儿多久了，现在想要把管事儿的权利拿回去，哪儿那么容易？娘娘说的极是。不过，日后有皇后在一旁虎视眈眈，咱们行事怕是要谨慎些了。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看她这口气儿到底能撑多久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谢妃娘娘恕罪，奴才有罪。你怎么不长眼啊？就笔直往娘娘身上撞啊！好好一件衣裳都被你弄脏了。真儿，不要说了，你没摔坏吧？起来吧。是，多谢娘娘。以后走路小心一点。怎么了？谢妃娘娘，奴才的娘病得很重，总管却不让奴才出宫探亲，奴才好担心见不到我娘最后一面，这才走路出了神。你是哪个宫的宫女？奴才是如意馆的。如果你说的属实，本宫替你向吴总管说情，让他放你回亲。多谢娘娘，多谢娘娘，谢妃娘娘的大恩大德，奴才永世不忘。姐姐素有娴妃之名，紫禁城里人人皆知。今日亲眼所见，我才知道，姐姐深受宫中人的敬爱，并非浪得虚名。不过举手之劳，不值什么。举手之劳做得多了，宫中人都看在眼里。难怪
高贵妃也想要拉拢姐姐。妹妹说笑了，今日的皇后娘娘与往日大不相同，我觉得是妹妹你的功劳啊。是姐姐多心了。从前，娘娘不爱管事，是因为身子不好，如今身体大好，自然是要管的。当年我们侍奉在前邸的8人，除了早逝的哲妃姐姐、皇后、高贵妃、嘉嫔、于贵人、婉贵人，其实都能看明白每个人想要的是什么，唯独是纯妃妹妹你，我一直都没有看透。不知娴妃姐姐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们8个人之中，才情、容貌最出众的就是纯妃妹妹你了。可一年到头不见你侍寝一回，仿佛一直都在生病似的。妹妹身子骨弱，拖累了。可每次皇后需要你在的时候，你都在她身边。我明白，皇后是一国之母，统领6宫，攀附着她，确实是会得到好处。可妹妹你却什么都不求，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真正与世无争的，不是姐姐你吗？荣华富贵，全是欲望，你都不沾半分。在姐姐心中，皇上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看看你啊，别人呢全都被你看透了，可是你呢，我总是看不透的。高贵妃的茶会你不去，我请你品画，姐姐肯来吗？妹妹若是单纯请我品画，我自然会非常高兴的。但若涉及其他，就是我失礼了。姐姐，在紫禁城里生活，要想独善其身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不求独善其身，但求无愧于心。妹妹，我先告辞了。芝兰姐姐，你是？啊，我们是绣房的宫女，张嬷嬷让我们把织好的春装送过来。有什么事吗？你看，同样是宫装，姐姐穿出来就如此与众不同。还有，这领口的绣花真漂亮，一看姐姐就是手巧的人。你还挺会说话的。可惜了这个香囊，再配点儿石青色的须会更好看。姐姐，我这里正好有石青色的绣线，如果姐姐不嫌弃的话，现在就给你配上。玲珑，咱们还要赶回绣房呢。怕什么？回去告诉你们张嬷嬷，我觉得这丫头挺机灵的，留下来说2句话。你过来。哎，绣房的宫女手艺果然不错，配色上更加协调。我这才不算什么呢。我们绣房有一个叫璎珞的宫女，不但绣法巧夺天工，而且人也十分聪明。上回要不是她，我们都不知道枇杷膏有那么多讲究。你说什么？枇杷膏？璎珞上次在永和宫提起她幼年时不小心误食了枇杷心叶，要不是她呀，我们都不知道这心叶有毒，不能入药。姐姐，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怎么会呢？咱们只不过闲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姐姐，我还以为贸然来找你聊天，你会不耐烦呢，没想到你为人这么好。对了，你说的那个宫女叫璎珞。魏璎珞。还不错。璎珞，你这是绣的什么呀？我在绣彩霞。世上万物皆可绣，唯独这彩霞难绣。每一次绣出来呀，都会变成云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们都过来看看，
真好。是啊，璎珞，你用的是满绣技法。我觉得秀彩霞用满绣最能体现。你们瞧，这里由红色逐渐过渡为白色，再发展为蓝色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体现出彩霞的层次了？红霞蓝天，相映成趣，果然是十分美丽。嬷嬷，我预备把它绣到衣服上试试看，或许贵人们会喜欢。芝兰姑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娘娘对春装不满意呀？哎呦，怎么劳烦您亲自来一趟，叫个宫女知唤一声就行了，我即刻去储绣宫。贵妃娘娘的确对刺绣不太满意，想换个样式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魏璎珞，刺绣功夫了得，你让她跟我走一趟。啊，那好，我嘱咐她几句。娘娘有旨，不敢耽搁，快走。璎珞，璎珞，张嬷嬷，我怎么看着不大对劲儿啊？你说这魏璎珞是不是犯了什么大错啊？谁知道呢？哼，这下可有好戏看喽！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奴才给二位娘娘请安。你就是魏璎珞？是，娘娘。这么大声干嘛？本宫又不聋。啊？小点声。哦，奴才从小嗓门就大，嬷嬷打了我好多回啊！不行，不行，我改不了。是你说枇杷心叶有毒？对，有毒，不能吃。贵妃娘娘，您瞧，还真是他。贵妃娘娘，你也想吃枇杷？那可千万不能吃果核，也别误碰心叶，都有毒。我小时候太贪吃，有一回，不小心吃多了，上吐下泻，差点没命。上回永和宫那位娘娘也要吃枇杷，但是被我给劝阻了，好险！什么乱七八糟，颠三倒四，不知所云。你盯着本宫干嘛？贵妃娘娘，您吃的这是什么呀？奴才从来没有吃过元宵。这是藕粉丸子。本宫跟你说话，扯什么别的？贵妃娘娘，这丫头好像有点傻。你过来。吃过藕粉丸子吗？本宫这碗赏你了。
来吃吗？好吃。紫荆为红墙，青为锁曲梁。断垣图夕阳，一折旧梦凉。枯叶掩疏窗，谁念秋风凉？怎知流光是年华。独身期盼重门深锁，羞得雨色又如何？花待看着别问因果，莫等空枝随风落。盼与他共剪烛，西窗下。空